您现在看着金价跳空大涨，心里那种像猫抓一样的焦虑，你是不是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就是刷金价？看着那些专家在电视上唾沫横飞地说黄金还要创新高，然后低头看看自己那点微薄的存款，感叹自己又一次被时代的列车甩在了身后。别急，真的别急。如果我告诉你，黄金现在表现出的疯狂，仅仅只是这场波澜壮阔的财富大洗牌的前奏，而真正的主角正躲在阴影里，甚至被华尔街那帮人刻意打压抹黑。你愿不愿意听我说点真话？我们要聊的不是那种让你去银行买几张纸，或者在手机软件里点点买入的虚拟财富。我们要聊的是实实在在的，能握在手里，能跨越崩溃，甚至能在2026年这个关键节点让你实现财富阶层跃迁的实物资产。为什么是2026年？这不是我掐指一算得出的黄道吉日，这是由全球工业周期、债务危机爆发点以及白银实物库存的枯竭点共同推算出来的起点。在正式揭开这个足以让你退休金翻10倍的秘密之前，我想先请大家动动手指，给这期视频点个赞，然后把它分享给那个还在死磕基金或者正为养老金发愁的朋友，也请您订阅频道并开启小铃铛。接下的内容可能会帮到您，也可能会颠覆你过去30年建立的财富观。大家发现没有？最近2年，华尔街的媒体风向变了，他们开始大谈特谈数字黄金、比特币，大谈特谈黄金的避险属性，却唯独对白银只字不提。即便提到，也是在说白银供应充足，白银的工业属性限制了其涨幅。这简直是本世纪最大的谎言。华尔街那帮人最擅长的就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当他们疯狂通过期货头寸压低白银盘面价格的时候，你看看各大实物银币的溢价涨到了什么程度，你看看那些顶级投行背后的家族，他们在私下里通过什么方式在搬空全球的白银库存。白银和黄金最大的不同在于，黄金开采出来之后90%以上都被存进了保险库，它只是在不同人的金库里转手。但白银不同，白银是消耗品，它是这个星球上导电性、导热性最好的金属，没有任何一种金属能替代它。你的手机、你的电脑、你的电动汽车、你的光伏背板，甚至你现在用的高端医疗器械，如果没有白银，它们全都是一堆废铁。尤其是在2026年这个节点上，全球所谓的绿色能源革命和 AI 算力大爆发将迎来第一次硬碰硬的碰撞。每一座新建的 AI 数据中心，每一块铺设的光伏板，都在疯狂吞噬着这个星球上越来越少的实物白银。而与此同时，全球的银矿产出已经连续4年下降，矿商们因为之前10年的低迷银价，根本没有动力去勘探新矿，这就形成了一个恐怖的剪刀差。工业需求在爆炸式增长，而实物供应却在萎缩。华尔街为什么不想让你知道？因为一旦散户开始醒悟，像抢黄金一样去抢白银，那个原本就脆弱不堪的空头防线瞬间就会崩溃。到那时候，白银就不是涨不涨的问题了，而是你有钱也买不到实物的问题。所以想要在2026年实现翻身，你绝对不能去买那些所谓的纸白银或者白银 ETF， 你要买的是那种在极端情况下具有最高流动性、最低辨识门槛且能被主权信用背书的资产。这就是我要告诉你的第一种银币，美国阴阳银币 Silver Eagle。 你可能会问，市面上银币那么多，为什么非要盯着阴阳？听着，这就是专业选手的眼光。在2026年可能出现的金融风暴中，全世界的纸币都会面临信任危机。这时候，一种由美国铸币局铸造、面值$1但实际含银1盎司的法定货币，它的意义已经超越了白银本身，它是一种流动性溢价的终极体现。当银价暴涨时，普通的银条可能需要经过复杂的检测才能变现，但阴阳银币在全球任何一个角落，只要你拿出来，对方一眼就能认出它的真伪和价值。更重要的秘密是，阴阳银币的溢价往往具有先行指标的意义。当市场感到不安时，阴阳银币的溢价会率先狂飙。你现在囤积的每一枚阴阳银币，你买入的不只是那1盎司白银，你买入的是一份全球通用生存许可。华尔街那帮老狐狸，他们的私人保险库里存的最多的不是金砖，恰恰是整箱整箱的初铸版阴阳银币，因为他们知道，在最极端的时刻，小面额、高流动性的实物才是真正的王道。那么第二种银币是什么？这种银币更隐秘，甚至很多老牌藏家都不愿意公开分享，那就是俗称的宪法银币 Constitutional Silver， 特指1964年以前在美国流通的含银量为90%的硬币，比如富兰克林半美元、
华盛顿 Quarter。为什么我要推荐这种看起来脏兮兮甚至磨损严重的旧币？因为它们是人民的硬币，它们不仅拥有实物白银的价值，更拥有一种极其珍贵的属性。天然的细分化。想象一下，如果2026年白银价格真的冲到了100美元、200美元甚至更高，你手里拿一个1公斤的银砖去换生活物资，谁能找得开？而这种含银量固定的旧硬币，每一枚都有确定的含银克数，它是最完美的交易媒介。更深层的原因是，由于这种硬币早已停产，市面上的存量正在被工业消耗快速吞噬。很多工业加工厂为了省事，会直接回收这些旧硬币，熔炼成工业银，因为它们的纯度非常稳定。这意味着你手里每留下一枚，这个世界上就少一枚。这种绝对稀缺性带来的收藏价值叠加避险价值，就是为什么我说它能让你的退休金翻10倍的底层逻辑。现在的年轻人总是想通过加杠杆去炒股，去博弈短期的波动，殊不知那是在别人的场子里玩别人的游戏。真正的顶级猎手从来不跟风，他们只布局。现在的白银就是那个被所有人忽视的、被华尔街刻意打压的财富黑洞。你现在买入一枚银币的价格，可能也就是你少喝几杯星巴克、少吃顿外卖的钱。但到了2026年，当这个世界意识到实物为王的时候，这枚银币带给你的回报，可能是你工作1年甚至几年的收入。我们要聊聊那个让华尔街最恐惧的概念——金银比。在人类历史上，黄金和白银的兑换比例通常在1:15左右，即使在地壳中的储量比例，白银也就是黄金的17倍左右。但现在的金银比是多少？80多比1，甚至有时候冲到90多比1。这在数学逻辑上是绝对不可持续的。这种扭曲的比例本质上是华尔街利用庞大的纸面合约堆砌出来的虚假现实。2026年，当实物短缺引发空头踩踏时，金银比会像绷紧的皮筋一样瞬间回弹，哪怕只回弹到1:30，白银的价格也得翻个几倍。如果再加上黄金本身的涨幅，你算算，那是多少倍的空间？我曾经认识一位在华尔街投行专门负责大宗商品清算的朋友，他私下里告诉我，他们最怕的不是散户不进场，而是怕散户不买那些纸面上的金融衍生品，转而直接去搬实物。因为每一盎司实物白银的流出，都意味着他们在期货市场上需要用100倍甚至几百倍的杠杆去对冲。这种游戏在2026年白银实物库存见底的时候，就彻底玩不下去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天要站出来讲这些。我们要做的就是赶在那个起点到来之前，悄悄的、持续的、低调的把我们的财富实物化。你不需要去理会那些专家的冷嘲热讽，也不需要去管银价明天的涨跌。你要关注的是你的实物持有量。你手里握着的银币越多，你对2026年的底气就越足。很多人会说，白银保存起来很麻烦，会氧化发黑。我想说，这种想法太业余了。氧化恰恰是实物银币的一种天然防伪证明，在真正的财富保全面前，那点所谓的氧化根本不值一提。更何况，只要你掌握了正确的储存方法，这些银币即便存放50年，依然能熠熠生辉。在未来的内容里，我会专门出一期视频，教大家如何低成本、高效率地保护你的实物资产，让你手中的翻身筹码始终保持最佳状态。我们再深入思考一下，为什么是退休金翻10倍？现在的通胀速度，大家心里都有数。你存银行的那点钱，名义上是保本，实际上购买力每年都在缩水。如果到了2026年，全球货币体系发生重大重组，现在的纸币购买力可能会出现断崖式下跌。那时候，唯一能救你的就是这些具有内涵价值的实物。这不是在危言耸听，这是在为最坏的情况做最好的准备。如果你买对了资产，你不仅保住了本金，你还因为资产的稀缺性获得了额外的超额收益，这就是翻10倍的真正含义。我想告诉大家，投资的本质其实是认知的变现。当所有人都在关注黄金的时候，黄金的价格已经包含了大部分的预期，而白银，尤其是这2类极具代表性的银币，它们还处于认知的盲区。2026年就是那个盲区被照亮的时刻。在这个过程中，你一定会遇到很多诱惑，会有各种声音让你卖掉手里的实物，去追高某些热点，或者是去碰那些看似高回报的理财产品。请务必保持清醒。华尔街最希望看到的就是散户手里没有筹码，只有账单。你手里的银币就是你的筹码，就是你在这场全球财富博弈中的入场券。在这个时代，最重要的能力不是赚钱的能力，而是守住财富的能力。而守住财富最好的方式，就是把它藏在华尔街看不见，或者说华尔街控制不了的地方。
实物银币就是那个完美的避风港。如果你已经听到了这里，我相信你已经明白了这其中的利害关系。这不仅仅是一次投资建议，这是一份关于未来的生存手册。我们要做的就是比别人早看一步，早走一步。在接下来的视频里，我还会带大家去深挖白银产业的最上游，看看那些矿产巨头们到底在隐瞒什么。我还会分享如何辨别阴阳银币的各种暗记，确保你买到的每一枚都是100%的真货。财富翻身的机会并不多，20年可能也就这么1-2次。错过了2000年的房产，错过了2010年的互联网，你还要错过2026年的实物资产大回归吗？别让焦虑吞噬了你的判断，行动起来，哪怕只是从定投1枚银币开始。当你亲手握住那种沉甸甸的、带有历史质感的金属时，那种从内心深处升腾起的安全感，是任何账户余额都替代不了的。好了，今天的硬核分享就先到这里。如果这期内容让你有种汗毛竖起的感觉，说明你已经捕捉到了那个即将到来的财富信号。别忘了点赞、分享、订阅，并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你觉得白银真的能在2026年超越黄金吗？或者你已经开始布局了？我很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真知灼见。记住，华尔街不想让你知道的秘密，我会一直在这里为你揭开。保卫好你的财富，让我们一起在2026年的巅峰相见。我们下期视频见。